这个根据子安说的，除了色香味俱佳以外，还需要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。比如说这个槐叶冷桃，我已经按照古籍说的方法将它做了出来，但是又不能直接跟裁判说。哎，糖糖，你不是喜欢雅致的东西吗？要不你帮我起个名字？糖糖。啊？哦，名字？什么名字？我刚跟你说的，你都没听见啊！子安说，每个菜不仅要色香味俱佳，还需要有一个雅致的名字。蝶衣，你是这么在乎杨子安说的话吗？我这不是为了比赛赢吗？对，都是为了比赛嘛。反正我也不会取名字，你还是去请教杨子安吧。不是，糖糖，你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你说我无理，无理的是你吧？给我放手！你，嗨，不用担心，你们不都说我做的菜好吃吗？看来，蝶衣为了这次的比赛，确实下了一番苦心。蝶衣，心远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今日不是你比赛吗？听说你在发愁给菜取名字，所以我过来看看，看能不能帮到你什么。心远，还是你够意思，那几个肯定还在呼呼大睡呢，正好你可以帮我参谋一下呀。好啊，说来听听。像槐叶冷桃和田鸡桂花羹这种的，我还没有想到合适的名字。不过我平时自己爱做的拿手菜，我倒是想到了几个，你帮我听听看，这种取名方式可不可取？好，说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红烧茄子油焖鸡。一树梨花压海棠，青椒干煸溜肥肠。哎呦，我就知道肯定不行。不过这比赛在即，我一点合适的都没。这是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这是子安的笔记。子安的，我知道了。这槐叶冷桃上面碧绿的面，就像是一片碧绿的草原；这若隐若现的白豆腐，就像草原上若隐若现的牛羊。这不就是槐叶冷桃最绝佳的菜名吗？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用牛郎织女来配置田鸡桂花羹，真是绝妙啊！傻蝶衣，子安说的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，恐怕不止在说隔着天河不能互表心意的牛郎织女，他是在对你说。这个也妙极了，我想一晚上都没想出来，不愧是子安，这样就解决了，是不是心远？今日第2项比赛，烹饪厨艺，有参赛2人在规定的时间内，现场制作出代表本国的美食。裁判根据色香味美综合评定打分，分数高者为获胜。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。
我大玉美食文化博大精深，短短的比赛时间无法尽展我大玉的美食。食有5味，酸甜苦辣咸，5味的实质是5经，是5脏所藏，所以这5味也需要相互平衡。我今日参赛的作品，就是各代表1味的5道菜。今日我所做的，是我国最崇尚的美食——生鱼块。任何的煎炒烹炸都会破坏食物最本真的味道。真正的上乘美食是不经过任何的烹调，最自然本真的滋味。第1道是由田鸡和桂花熬制成的汤羹，取名为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。汤羹味甘，长期食用可以健脾生津。第2道是将槐叶榨成汁，和入面中，配上豆腐和芹菜，白绿相间。故此应和天苍苍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意境。尝之味苦，可以泻火护心。真是无声息下飞碎雪。东国选手生鱼块的刀法的确精妙。东国生鱼块之法本出自我大玉，如今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。唉。第3道，光明炙虾，点燃海草，将活虾熏制得晶莹剔透。因食材和燃料都是出自于大海，所以取名为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食用的时候配以芥末，味辛，可以宣肺祛寒。第4道，葱醋鸡，配以贵妃红，取名为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，可明目补肝。第5道是将羊骨髓和鹿肉灌入牛肠烹饪而成，配上美酒，咸中带香，可以滋阴补肾，取名为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。你前面的名字还算有些意思，不过后面那句，未免过于直白无味了吧？素来听闻大玉人才济济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我大玉地广物博，食材丰富，可能让东国来的使者有些看花了眼。正所谓自古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如果说东国来的使者无法参透我这大玉的美食，那么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作为配菜的小酒，也让我们尽了地主之谊，不至于让别人家笑话。你，蝶衣说得好。哼，如此优雅的菜名，恐怕不是一一想出来的吧？蝶衣这么聪明，想出这样的菜名也不奇怪。哼。